二位请，二位请。哎呀呀，那好，如此便多谢两位都头了。下官一定。放肆！都头二字，咱们可应承不起。兄弟们都知道，中顺都只有一个都头，就是九郎君他老人家。哦，哎呀，您瞧下官这张嘴，那便是前世的冤孽，平地里都能犯了九郎君他老人家的讳。下官回去一定把它撕烂了，给郎君还有二位军头谢罪。哎呀，使不得呀！使不得！二位军头，请。有空的话去我那边喝点老酒。好，感激不尽。好。提举。末将等请提举金安。起来吧。谢提举。郎君举荐，大王钦点，相府出闸。沈兄如今已是台州别驾。既然已经来到台州，何苦住在别家？哎呀，要是崔明府这房子不够住，咱们寨子里空房子多呀。就是简陋些，怕委屈了提举。是，主子。谁？林海卫，葛强。这是送给你们的？啊，不是送给九郎君的。陆都头，前厅歇息。负他。葛强任临海卫已有5年，局主是台州司马魏伦，县城朱元成上个月签为宁海令，此人便四处奔走门路，想要补上县城这个缺。此人是个尴尬人，出身不高，养父是个游郎，原本姓谭，做了官之后又执意说自己姓葛，是鲍朴子的后人。生父身故得早，他的寡母和他被族中吃了个绝户。子嗣尚在，如何成了绝户？他的寡母原先做过婢子，生父夜宿别家，侍奉了一宿，次日便回转了。后来发现怀了身子，他的生父未及娶妻便过世了，房中却留下了2个庄子和一处铺面，族中自然不肯认他子嗣的身份。夺产除户，此人官甚如何？那都没听过别的什么。如今这个县尉也是贿赂魏伦买来的，这不，如今又来买县城了。这别人的门路都在子谦这儿，他却别出心裁，寻到中顺都去了。此人不简单。提举，州府文学掌故葛延平今日召集了州中10家家主，在城外庄园会议，马车将庄园外的道路都堵住了。府中各曹参军、署佐、僚属也都有去的。葛强去了吗？那倒未曾见得。去吧，盯紧一些。诺。当年将葛强母子赶出家去，做主的便是葛延平的父亲。即使葛延平召集的会议，莫说不会请他，便是请了他，他也绝不会去的。子谦，以你的名义，
请此人过县衙叙话。此人真的可信吗？下官临海卫葛强参见崔明府。葛县尉不必多礼，这是新任台州长史沈公，葛县尉见过。下官葛强参见沈别驾。这些金银是你献给九郎君的？请别驾恕罪，若非这些恶毒，只怕下官也见不到别驾。你是如何想到忠顺都的？下官身为县尉，福州战后，忠顺都奉军令安置于临海，其营房用度皆是下官一手操办。东南行营和朝廷兵部发往临海的牒文上，详述了该都于福州之战立功的经过始末。下官曾细细读过，忠顺都曾受别驾提调，别驾只要到了台州，下官找到忠顺都，便能见到别驾。见不到我，未必是祸；见到我，未必是福。别驾与台州官场上下有大仇，葛某知道这一条，便够了。都说葛县尉言语啰嗦，今日如何这般言简意赅？身在虎狼丛中，第一求的乃是存身。葛某若是不会装傻，只怕活不到今日。谁是虎狼？世家豪门是虎，上下官吏是狼。那葛县尉觉得是该先打狼，还是先打虎？都是山中猛兽，哪一个也不好打。是狼厉害些，还是虎厉害些？一对一，自然是虎厉害。可惜，大冲巡山，皆是独来独往，豺狼狩猎，却是成群结队。如此说来，葛县尉以为该先打虎。虎乃百兽之王，哪里是那般好相遇？可是狼群却不同，只要拿下了头狼，便是狼再多，也可一鼓成擒。正月15张安大会，九郎君会亲自宴请台州上下，届时魏司马和葛文学都会恭逢其盛，葛县尉会去吗？下官对宁海不熟，熟的是临海。县尉掌一县之兵政夫役，有多少可用之人54个。靠得住的有多少？54个。你想要什么？认祖归宗。临海葛氏族灭之后，我便不再叫葛强，我叫谭强。61。62。63。
你他娘的聒噪什么呢？老子是做不荷花酒的。你打什么岔？数乱了不是？60几了？提举，魏司马家门外围了不下300-400人。知道了。这些啊，是刚梳理出来的丁级账簿。你差人快马送往宁海，教与九郎军轻骑。诺。来人。这许多丁级簿子送过去，郎军那边人手够用吗？郎军是做过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和6州都转运的，这些场面应对起来并不为难。主公，请回吧。魏某此去必不负诸公所托。还请司马向九郎君请命，为我等做主。台州5县来年的赋税钱粮，都要着落在我等身上。这是一州的民生大政，不要说九郎君，便是杭州城里的大王和相公们，也万万不敢服逆民意，肆意胡来的。主公，请回。魏某告辞。告辞。别将，人已走。郎军那边真的不打紧吗？各县尉，这几日有多少大户没和魏伦、葛延平2家走动？117家。看来还是有明白人的。都是些中户人家，其中田产最多的是梁家和田家，各个房头加起来不过100石顷田地，还不及葛家的1/10。不打紧。陆彦珠，卑职在。让你的人吃饱喝足。郎君要收拾台州局面，决断大事，便在今日。龙顺都，加油！咱们都头，传下将令来，今晚有战事，我等当如何？愿为九郎君效死！愿为九郎君效死！愿为九郎君效死！你真好。你不好，明天就是正日子了，你应该早点歇息的。我睡不着啊。你呀，就是心里头想的事儿太多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好忧心的。州城那边有沈兄主持大局，他可是正经梳理过一州之政的人，能谋亦能断，便是我自家，也未见得能比他做得更好。那就更没有什么可忧心的了。宁海经营的这10几日，薛温他们都很忠心，哪怕真的出现什么小乱子，也不至于比我们在汴梁的时候更难吧？可我就是爱瞎想。你说岳母大人要真是恼了我怎么办啊？他只要传下去一句话，那些旗子就成一堆破布了。你呀，就是太小看我阿娘和阿舅了。不要说他们本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，若他们真的恼了我，也不会拿我们黄龙岛几10年的信用、声誉开玩笑。那堆旗子，
本就是一堆破布，一钱不值的东西。真正值钱的是我们黄龙岛一言既出、生死难追的信誉。沈别将，这是何意啊？陆氏参军陈康宁拿下。哎呀！葛强，下官在。自此刻起，由你暂行台州陆氏参军事。卑职领命。陆元珠那儿有消息吗？少尉，太慢了。某奉检校司空、右卫大将军、内阳马步军都指挥使至台州军府事九郎军军命，接掌临海、宁海、黄岩、台兴、永安5县兵权节度。自此刻起，台州守捉10司以下没有某的将令，一兵一卒不得擅调。违令者，斩！陆都头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曹守卓，某是副都头，不是都头。忠顺都的都头只有一个，便是九郎军。这州郡兵马皆归抽牙司马节度。陆都头，你带兵营夜入营，既无勘核之符令，也没有卫司马的亲笔书函，只拿着这一张不知是真是假的郎君手令，便要夺这一州之兵权，这不是换防，这是谋反。此刀是先武司王旧物，九郎君亲手赐予某家。曹守卓可认得？任你一张嘴去说，谁知是真是假？别动，都别动！还有谁不知道是真是假？还在！愿遵都头将令。愿遵都头将令。副都头。诺。这16名州县官吏属左，悉数罢了。州兵48个队，一共48个队头，共1332人，兵策令箭俱交进明白。多少人？1332人。 2天的兵饷让曹阳这小子吃了1小半，活该他死。我和48个弟兄下到队中去做监军，对付乱瓜子，莫要与他废话，直接砍了击让兵权。诺。剩下16个是中军之上。好。自此刻起，台州的兵马丁壮，不要牢牢握在都头和铁骑手上。 愿为九郎君效死！末将缴令。差事都办妥当了。州兵1331名，丁壮服役1826名，皆由末将及中顺都诸位虞候接掌。你调了多少人？可靠的人有多少？末将调了200中军，由16名中顺都弟兄率领，现在州衙之外听令。 拿着州府的公文，就将魏伦家抄了。末将领命，不得私藏财物，不得侮辱女眷，违令者斩。诺。葛强，下官在。葛强那里，你去吧。下官领命。
一个都别放过！上！这什么？这是狗血母贼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儿子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胆！尔等是什么人？放开！温柔了，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松开！这牙长出来了。你是葛强？于伯，劳烦你去后面，去跟二房的老太公和老太君说一声，就说当年被他们赶出去的五房野种回来了。自今日起，这便是你的台州了。也不知道今天这场大会，九郎君到底是何章程？不管是什么章程，咱们接着便是。今日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他想要做事情，撇开了咱们这些人，台州五县，哼，没几个人肯理会他。他这个知州变成了空架子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，总觉得要出什么事。哼！参见大王。今日上元之节，大王有教，功臣堂赐宴，与诸卿同庆。谢大王。古闻管子有云：天行其所行，而万物备其力。特颁明教，与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前洪处所请，至博弈务于台州，拜洪处台州刺史，提举博弈务促商路，广财货，恤民生。10担以下州级免往来赋税3年，10担以上、100担以下州级20税1，100担以上州级10税1。即前洪处任笔，恪尽职守，勉力躬行，以惠商贾。
体孤志毅，往成无为，主者施行。大王，海船之力颇厚，国中资用无有其疑。杭州博义务开始多年，皆以11为税。张安通港恩惠过甚，海商为利所趋，彼处兴，则此处损。台州增益1分，则杭越之地便减损1分。长此以往，恐伤王都所书，累及国家财用。胡灵公，臣在。顾得三军可还稳便？大王恩德所及，责备诸臣。三军将士干不消犬马之劳。袁相公，朝中诸卿绝路奉了，可曾有所拖欠？自从先武肃王开国以来，40年间，朝廷未尝拖欠任何一名官吏1钱俸禄，1粒粮米。只要诸君不造反，百官不生怨，王城之内少收几成商税，想必不致动摇朝廷根本。大王恕罪，臣总理朝廷度制，赋税之事，乃职守本分，故不得不提，不敢不提。孤知道，于上书定是出于公心，故蒙祖宗印币垂至东南，却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。先有蓄力征量之恶，后逢豪强并土之灾，是故德薄之故也。臣等有罪。天子将东南托付于孤，孤可以负天子，却不能负黎民，不能负祖宗。泰州通港一事就这么定了。这是我钱家欠泰州父老的。